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3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5.58，收盘价是195.2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7.33。最低价是在194.4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103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9倍，量缩。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上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多头的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小的天剑线。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在反弹的行进中出现天剑线，通常它是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那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是天剑线，然后成交量是一个叫做我们会看到是价涨，然后是量缩。那这样的信息说明是买盘没有跟进，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那股价很容易会反转向下。当然我们说出现这样的K 线呢，其实这样的一个 K 线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小的十字线，是休息的 K 线。那如果是休息的 K 线呢，也就是说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横盘，继续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但是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高位反弹，收盘价会在198.5附近，另外一个是低位反弹，收盘价会在194.5附近。实际在3月30日收盘价是在195.28。那我们预测的这个低位反弹收盘价在点位上和实际发生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呢，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出现了反弹，但是收盘价不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并且呢，当然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出现这样的低位的反弹，然后我们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的这样的一根线形，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根天剑线，那收盘价不过前高，然后出现价涨量缩，那日后呢也就是说这根 K 线是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日后是很有可能会反转向下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
那对于3月31日股价如果下行，它的目标依然是185，也就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这根 K 线的最低和3月22日 K 线的最高200关口呢，它形成了一个横盘区域，所以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横盘的区域。当然我们说要到达185啊，上方的各条均线值，包括2根 K 线的最低，都将成为强支撑。那我们说日后股价如果是突破了下方的强支撑，跌破了185呢，我们会看到目前会有一个头低，后续股价一旦跌破185，会出现底低，也就是说会建立短期的空头趋势。那一旦短期空头趋势被建立，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76和164这2个目标。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股价的反弹。那在3月31日，股价如果继续反弹，上方的目标当然还是200关口。站上200关口呢，我们说股价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然后继续上涨。那我们说在前一日 K 线的最高197到200关口，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空头一定是要守这个区域的。我们也会看到，前几日 K 线都是在测试200关口，出现反弹，就会遇到压力，然后下来，再出现反弹，对，还是会遇到压力。所以200关口啊，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近期不能够突破200关口呢，我们说股价很容易会折返向下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200关口，继续维持多头趋势，那上方的目标就是211和217。那一旦突破了211和217呢，那股价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那对于3月31日，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一个是在189这个位置，我们加一条水平线。189是3月29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我们说蜻蜓线也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如果日后的 K 线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啊，那股价将会继续向上。那日后如果股价跌破了蜻蜓线的最低呢，会出现下行。那我们会看到，在3月29日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也就是3月30日，股价并没有站上前高，所以一旦出现折返向下，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189。跌破它股价会继续下行。那我们给出的另外一个观察位是196，也就是这根天剑线的小的天剑线的最高。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也就是说，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才能出现继续反弹，否则我们说股价也很有可能日后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所以在3月31日啊，我们要特别关注196和189。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有2个仓位，一个是3月14日强反弹进场5%的仓位，
在3月21日有10%的加仓，一共是15%的仓位。那我们股价一直没有跌破止损位，到3月31日，止损位仍然是在187。187，我们守的是20日均线值。因为目前这样的强反弹加仓，我们是要预备做多的。那经历这样几个交易日的横盘之后呢，那依据现在这样一个均线的走势，我们逐渐是要恢复到守20日均线值。如果再继续向上呢，我们可能会守5日均线值。对，所以目前对于3月31日这样的仓位止损位，我们守的是20日均线值，是在187。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仓位是在3月21日收盘价5%进场抢反弹，目前依然是有持仓到3月31日，我们说止损也是守20日均线值，是在187。那对于3月30日收盘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做多进场的，对，也不可以加仓，对，因为出现这样的现形，股价是随时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好，这是做多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3月31日开盘之后会有建仓或加仓。其实，在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3月30日，已经有空头在加仓的，或者叫建仓的。那在3月31日，如果继续建仓和加仓，它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85。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跌破185会建立短期的空头趋势，那它的目标就是185，那它的回补位就是200关口。所以我们会看到空头实际上现在是越来越危险的，或者空头是一旦有多方的力量介入突破200，那空头会被瓦解。对，那一部分空头的回补位是在200，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补量上涨，那突破200关口，那一定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就是有部分空单会被回补的。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和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上方的压力位就是197到200，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11。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我们依次来说一下。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在191，在这个位置到194，当然包括前低。那第二个支撑是前低，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189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在盘中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位置。这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一个标志位。然后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5到187之间。
在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就是183，183是3月20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在这个位置。好，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今天是要给出2个可能，但是每个可能我们都会给出2个方向，也就是有4个选项。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那出现横盘，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一个是向下横盘，一个是向上横盘。好，我们先来说向下横盘。如果是向下横盘，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95.5，下方最低会到达191.5。然后收盘会收在192附近，在这个位置，它的条件是必须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1的，对。好，那我们再说横盘向上，如果是横盘向上，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3，上方最高会到达198.5，收盘会收在196附近。那出现横盘向上，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8.5的，对，这是横盘向上的条件。好，那第2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叫做向上或向下的突破。那这里边指的突破，我们实际上是指的这2个观察位的突破。那如果出现突破，也就是我们先说下行下跌。那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4.5，下方最低会到达186，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87附近。它的条件是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那另外一个方向呢，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如果出现大幅的上涨，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6.5，最高上方会到达204，收盘会收在200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6.5的，在这个位置，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